我是瓜皮儿，《明日传奇》第3季前情提要：阿玛雅的图腾被抢，传奇得到地图腾，诺拉因祸得福，激活了阿玛雅的精神图腾。夏普成为时间调查局的顶头上司，瑞普官复原职，沃利加入了传教队。位于1950年的孟菲斯，吉他店老板迎来了一位年轻的顾客，他掏出攒了许久的零花钱，为的只是能够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。他看上了一把二手吉他，老板告诉他你买不起，而且他的前主人是罗伯特·约翰逊。据说这把琴被诅咒，但年轻人的想法没有改变。他握住吉他后发生异变，弹奏时整个房间的灯越来越亮。老板一害怕，把吉他送给了年轻人。离去时他说自己叫做埃尔维斯·普雷斯利。张力带着沃利熟悉飞船环境，船员们逃避做家务。沃利瞅了瞅，咔嚓咔嚓给收拾干净。搬到斯黛因房间前，他们是室友，但是沃利已经搬完了。米克在为自己小兄弟艾克索，扭头一瞅，名字竟然换了。接下来要处理时代错误，他俩还惦记着在任务中。萨若过去打断一下，海伍德的发型突然变矬。基丁恩检测出了1954年的孟菲斯，镇子爆发了集体癔症，猫王被当作精神病抓起来治疗，也因此摇滚从历史中消失。猫王的叔叔会在教堂定期布教，他们潜入教堂，所有人入座后，老爷子说疾病在镇子里蔓延，他们被人称为摇滚，现在要让他的侄子艾尔维斯给大家洗涤一下灵魂。他走上台，拿起吉他，唱起了抒情的歌曲，但架不住骨子里摇滚的基因，越唱越嗨。扎利突然飘起来，吉他发光，教徒们把他当成了撒旦的化身，用过激的言语将他们赶走。扎利把刚才看到的告诉他们，所以猫王可能是第6个图腾的拥有者，图腾可能是导致集体癔症的原因，所以他们要把吉他拿回来研究。沃利把吉他偷了回来，但没有了这把吉他，猫王就无法录制人生中的第1首单曲，摇滚同样会消失。他们拿上吉丁恩制作的吉他来到酒馆，还给了埃尔维斯。猫王准备登台演奏，琴弦的声音变得不堪入耳，听众们窃窃私语。他羞愧难当地走下舞台，二人假借经纪人的身份拦住他。阿尔维斯告诉他们，每当他唱歌时，他的孪生弟弟杰西都会帮助他，只不过他在出生时就已经夭折，这把吉他可以把他们联系起来，只是这一次他消失了。基丁恩检查周围的磁场，玻璃上出现一个手印，吉他突然飞了起来，杰西化身成了亡灵。萨若试图抓住吉他，但被扑倒，亡灵带着吉他飞向室外。米克正准备喂他的小宠物，也被飞来的吉他撞倒。沃利跑过来抓住，但是有点失控。了解清楚情况后，内特告诉他们缘由，吉他只想回到猫王身边，米克只想找老鼠。萨若喊出杰西的名字，吉他突然变得听话，他们承诺会帮他找回吉他。萨若调出康斯坦丁的笔记，得知是死亡图腾在作祟，使用者可以操纵死人，他也是最不稳定的图腾。但猫王用这把吉他制作首张专辑，摇滚是历史的必经之路，他说服了队长，但是录完就得拿回来。录音开始，徽章发亮，他唱出了历史上第1首摇滚歌曲。阿玛雅认为不应该拿图腾冒险，接着俩情侣开始回忆曾经的经历。歌曲接近尾声，弹完之后老板激动不已，还要把唱片送去电台。他的叔叔接到消息赶来，传统思想不允许他的亲人散播摇滚病毒，他把唱片抢到手，让警察把他关进监狱。还有这俩人，他要在圣歌之夜摧毁这张唱片。此时的他仍然油盐不进。内特把现状告诉扎利，他想用急速完成任务。扎利告诉他，拯救历史要用手术刀，真正要做的是改变他们的想法。米克为了引出他的小伙伴，拿出秘制三明治，吃进嘴里后突然卡住。雷跑过来问他，你是不是又忘了嚼了？结果看到被毒死的艾克索。雷说，下一次穿越我再给你捡一只，别难过了。雷把他俩叫过来，准备给小老鼠举办个仪式。雷沉痛地说出悼词，他虽然无法被代替，但也得接受事实。萨若无奈地配合他表演，米克还抹了抹泪。扎利希望他不要回到唱片。沃利继承套克侠的能力，打动了埃尔维斯的叔叔，他把唱片交还给二人。沃利利用急速赶到电台，他们欣赏着埃尔维斯的摇滚乐，他的叔叔甚至还感到骄傲。酒馆里变得生机勃勃，程波号也放弃了摇滚。沃利跑回来，拉着扎利一起跳舞，图腾发亮，墓地里的亡灵渗出地底，飘在半空。他们完成任务，准备离去。当扎利打开门后，沃利被亡灵抱住，空气图腾把他吹飞。教堂内百鬼夜行，三人迎来了最后的环节——火化。盒子突然开始抖动，小老鼠的亡灵飘了出来，变成了好大一只。沃利用急速把亡灵撵出去，但这不是长久之计。狱警慌张地跑进来，还把自己给关了进去。三人面前飘来亡灵，猫王试着拨动琴弦。他们来到墓地，阿尔维斯知道他们只是想被认可而已，所以他根本不怕。和亡灵对视之后，他飘向教堂，三人也走了进去。
他说服了伯父走向舞台，唱起了《奇异恩典》。亡灵们飘荡在上空，沉浸在优美的歌声当中，逐个消失。随后走上来3个和声，情侣2人带头跳舞，信徒们站了起来。米克为小老鼠准备食物，他闻了闻，跳向盒子，宝石发光。他的弟弟出现在后方，兄弟2人告别后，哥哥转身继续唱着动人的歌曲。经历这些后，他也看透人生，死亡图腾也交到了内特手里。他走进录音间，开启了摇滚的纪元。雷把他锁进了密码箱，阿玛雅给内特播放赞比西的音乐，偷偷说了声我爱你。传奇们进入休息时间，密码箱开始蠢蠢欲动。萨拉走在像仙境一样的走廊，突然窜过去一个小女孩，她跟了上去。小女孩回头恐吓她，梦中惊醒后被夏普安慰着。她听到萨拉梦里呼喊的约翰，他解释他是帮我对付马鲁斯的专家，而且我俩还上过床，不过是在我们在一起之前发生的事情。时间裂缝越来越严重，用沃利的话解释，这应该是闪点。沃利把裸睡的米克带了过来，他们调出时代错误，萨拉给他们分工，米克和雷一起修补火图腾。队员们离去后，他捏了捏脑袋，雷把火图腾放进了冷聚变反应堆。米克觉着无聊走开，雷盯着看了起来。萨拉总是被一种声音刺激，他走到密码箱前，打开了盖子，图腾安然无恙。曾经的萨拉出现，他征服过死亡与心魔，是这个图腾再适合不过的拥有者。于是他走向图腾。阿玛雅拍醒了米克，扎利联系不上雷，基丁告诉他们监控全部被关掉。2人赶到雷的实验室，好在还有口气儿。带到医疗舱后，阿玛雅和米克负责调查。2人转角遇到萨拉，他已经被马鲁斯控制，获得死亡能力的萨拉神出鬼没，还踩坏了米克的喷火枪。阿玛雅试图唤醒他，但没有太大用。他踹折阿玛雅的腿，被米克扑到墙上，但是因为被增强，米克也不是对手。好在沃利将他们带走。阿玛雅解释，图腾会放大佩戴者的本性，这也是他和猫王的不同之处。萨拉把城堡号所有通道关闭，夏普找他唠嗑，看这样还以为全息投影坏了，而且萨拉并没有理他。他来到医疗舱，他们交代了缘由，现在需要康斯坦丁的帮助。夏普突然消失，所有人被困在医疗舱内。米克疯狂掰门，他们吵了起来。沃利把手插进开关，米克把门掰开，他计划着把萨拉打晕带过来。来到大厅四处观望，结果看到了前女友杰西。虽然知道这不是真的，但还是想和他多聊2句。他很自卑，杰西也不否认，不过他已经放下了，还变得比以前更优秀。杰西有点端不住了，用反极速者枪命中沃利，把他放在了控制台上。2018年纽约，他们调出了关于康斯坦丁的所有信息。盖瑞帮他抓住了大公鸡，他提到 Sarah。 康斯坦丁对客户说，你儿子的姻缘我明天再帮他解决。当时赞比西的第6个部落无从查询，是因为5大部落联手对抗马鲁斯时，第6部落站出来支持他。他们联系不到沃利，内特准备去营救，他要去 Sarah 灵魂被困的魔界，因为他已经和 Sarah 的灵魂有了联系。夏普说我也有，然后也坐了过去。康斯坦丁要他把手放过来，念动咒语后 Sarah 有所感应，但是被马鲁斯驱逐。内特找到了沃利，扎利拿起大扳手正准备砸向核心，他的弟弟突然出现，他也知道这是幻想，含泪告别后砸向核心，结果被弹飞出去。Sarah 跳到他面前打了起来，扎利用图腾把他吹飞。Sarah 又从身后出现，扎利不敌，开始试图唤醒他。魔界的诺拉给他洗脑，扎利被他打晕。康斯坦丁无法定位城堡的位置，所以现在急也没用。夏普看了表示崩溃。双方冷静下来后，盖瑞有了主意，他把游戏里的角色带入进去。2名队友倒下后，他们陷入绝境。大 boss 的武器很凶残，打败他只有用另外一把凶残的武器。他们得有人使用地图腾，只要使用者心怀正义，就不会被控制。内特自告奋勇，康斯坦丁被他的游戏内容所启发，想到了定位死亡图腾的办法。他看到曾经的自己曾无情地杀掉目标，而他的女儿目睹了这一切。女孩无辜地看向他。内特来到存放地图腾的房间，他拿出地图腾，但没有反应。Sarah 出现，诺拉怂恿他接受过去，接受内心的黑暗。你生来就是为了死亡图腾，为了马鲁斯。他们找到昏过去的扎利，内特被吓跑，他看到了自己的祖父。这边看来指望不上他了，现在只能靠火图腾。阿玛亚决定去搏一搏。亨利扭曲了当时跳出舱门的举动，这让内特感到十分愧疚。他抓住内特衣领，一拳一拳地砸了上去。2人拿出被复原的火图腾，这图腾不属于他，他希望米克能够带上。米克感觉自己不行，但还是想试一试。Sarah 一拳接一拳地砸向内特，康斯坦丁穿越过来念咒，将圣水泼上去。马鲁斯变成阿斯特拉的声音，又开始蛊惑他。他把旁边2人弄到一边，康斯坦丁试着慢慢接近，他一把抓住 Sarah， 将十字架放在他胸前。马鲁斯没有被控制，反而康斯坦丁被拎了起来。米克带上火图腾，图腾被他的身体激活，死亡图腾也有了响应。他捧着火苗扔向了前方的 Sarah 极力抵挡，但架不住又来了一个。夏普跑过来呼唤他，诺拉仍然在怂恿他加入马鲁斯。
他把图腾扔掉，打起了感情牌。萨若感受到了他的抚摸，睁开眼后漂浮到半空。他拒绝变成马鲁斯的傀儡，回到现实世界，变回了原来的自己。康斯坦丁向他借了个火，萨若意图留住他。他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而且已经习惯了独行。他来给大伙道歉，但是大家并不在意。扎利带走沃利，重启声波号。夏普在闺房里等他，但迎来的却是分手。夏普试着挽回这段感情，萨若无法接受残缺的自己和他在一起，他含泪返回了调查局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